在噩梦里，他又变成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样子。他身着白色的长袍，全身使尽力气的抵抗，却挣脱不了束缚他的大手大脚。绑架他的人们都用白色的布罩遮住了脸，他没办法认清是谁在控制他，也心生恐惧这些人会怎样折磨他。他被压制在一张诊疗床上，4、5个人按住他不断踢打的手脚，有一个人想把一个看似精密仪器的头罩套在他的头上，这让他害怕的死命摇头大喊：不要，拿开，不要靠近我！0911，不要动！一道呵斥声从他的头顶传来，见他不肯屈从，一个面戴白色布罩的人拿起注射器的针头往他的手臂扎了一针。他眼看针头扎进了皮肤，他更是慌张的大叫：啊，干什么？他奋力地甩开所有想要困住他的人，从诊疗床上跌落下来。触目所及的4面白墙没有沾染任何的污点，让他一时晕头转向，找不到出口在哪。他想要跑向角落紧闭的房门，但他才跑没几步，便感觉身体不受控制的衰弱，距离逃出升天的房门仅仅1步之遥。在失去意识前，那个令他惧怕的精密仪器头罩已套进他的头部，而他两眼一翻白，就此昏睡了过去。像是与梦境连结般，陈小娟躺在床上，全身僵硬地抽搐着，双眼微睁却翻白，像是在挣脱什么束缚般。陈小娟重重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圆睁着杏眼，恐惧地看着房间里的一切。是梦，是一场梦。她颤抖着身子，不断地确认周围的事物，在确定自己平安无事后，她忍不住哭了出来。自从跟顾晓绝交后，她过得很辛苦，因为没什么工作技能，找不到坐办公室的好工作，去便利商店打工，做没几天也被辞退了。那些他待过的工作环境，嫌他脱离现实，不懂行销与销售，嫌他只长年纪却不长记性。他被嫌得一无是处，才发现原来没有一技之长的他，一直被王志胜和顾晓保护得很好。离开了他们，他顿时失去了依靠，现在连做梦都是欺负人的噩梦。他像是再也承受不住心中的压力，放声大哭，想要埋怨上天的不公。直到他哭累了，又躺回床上，然后滑着手机上的社群贴文，看到顾晓与朱自强一起晚餐的图文，看着他们过得很幸福甜蜜的样子，他又哭了起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很不幸吗？陈小娟看着渐渐失去亮度的手机荧幕，那张顾晓与朱自强的合影在渐渐变成漆黑的镜面时，正好反映着他顾影自怜的样子。他想到顾晓面对他最后的咆哮，只是淡淡的跟他说：我曾经以为我会嫉妒你，是因为我做人不够真诚，才会一边跟你做朋友，却一边老是心里不平衡。但现在想想，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是互相的，如果你也真的把我当好朋友，你就不会希望我嫉妒你。借给你的100万，我也不想要你还了，因为我知道你还不起。以后我们就各自安好吧。顾晓当初清醒的言语，就像一根刺，不停地往他心里扎。他心中有很多悔恨，觉得自己好像做错很多的人生选择。如果一切能重新来过就好了，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就好了。原以为已事过境迁，在收到光明之家自救会的讯息时，陈小娟还一度以为是诈骗，本来是不想要理会的，但她还是接起了陌生来电。请问是陈道友吗？
陈小娟小姐吗？我是光明之家的卓道友。有点熟悉的男声让陈小娟在脑海中推敲着这道男生的样貌。她好像在光明之家做功德冥想时见过这个男人几次，记得他戴着老成的金属框眼镜，有着白白净净的脸庞，没有刻画太深的五官，是会让人容易遗忘的长相。他记得这个男人总是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因为他常看到对方在不远处看着他。当他们对上眼时，这个男人会对他微微一笑。卓子文，对，这个男人叫卓子文。池小娟像是好不容易找到谜题的答案，她对着手机喃喃自语，结果得到手机另一端的肯定回应。没想到你还记得我。手机的另一头有着很兴奋的反应。我是卓子文，卓道友，想问候你最近过得好吗？接到卓子文的来电，他才知道原来当初被光明之家欺骗的信徒正在组织自救会，想要透过法律途径控告光明之家拿回自己当初被坑骗的钱财。还有一些被宗师性侵害的女性道友也想透过自救会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原本有一些早已脱离光明之家的道友不建议卓子文来找陈小娟加入自救会，毕竟光明之家被曝光宗师为人不淑、为非作歹时，陈小娟是少数在媒体面前公开支持宗师的人。尤其当时陈小娟信誓旦旦地说，她相信宗师不可能性侵害任何一个女性道友，这让饱受性侵害伤痛的女性道友心中已有怨怼。比起劝阻卓子文的理性道友，那些受害的女性道友更是强烈反对陈小娟加入自救会。听着卓子文转述道友们的真实想法，陈小娟忍不住想起王志胜曾经指责她对光明之家的信仰。以前的她面对王志胜的责问，会满脸通红地与对方争论到底，但现在的她听到过去道友的怪罪，她却觉得自己很是愚昧。她当时真的是走火入魔了吧？唉，我对于自己过去说的那些话感到很抱歉。陈小娟心里难受地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当时真的没想到女道友会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我相信你也是被那个神棍骗的。卓子文的体贴理解听在陈小娟的耳里却是很不习惯的话语。曾经在陈小娟心里如神明般崇高的宗师，却已经变成道友间满口唾弃的神棍了。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卓子文很欢迎陈小娟加入光明之家自救会，邀请她周末参加自救会的聚会。我想你也需要来这里为自己解释清白，毕竟大家都是受害者。卓子文的声音有种令人心情平静的魔力。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自救会，为自己讨回公道。卓子文明朗的声音就像一道阳光洒落在他灰暗的心里，让他的心都敞亮了起来。